你好，这是留日生活博主老孙，来自日本富山市。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今天我们来炸大排。我的这个做法吸收了一些日式料理的元素，炸出来的大排又香又嫩，而且还不腻。首先来腌肉，这道菜的好吃与否取决于肉腌的好与坏。肉腌制成功之后，这道菜就成功了一大半，所以腌制肉就成了重中之重。葱、姜、蒜、辣椒，这是必不可少的，是中华料理中卤肉四宝。今天我在这里要加的是柠檬，加柠檬是日式料理当中经常运用到的手法。肉当中加了柠檬以后，吃起来以后一点不腻，特别清爽，并且能够刺激食欲，刺激人的味蕾。所以这里加柠檬腌制肉是我这道菜的一个亮点。材料准备好以后，加上半杯凉水，然后用手抓捏，抓捏出食材的味道。接下来以后开始调味，加一勺盐，少许酱油，一勺白糖，少许十三香。这里要解释的是，糖只是起到了一个促进活性的作用。用勺子将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，这样我们腌肉的汤汁就制作完成了。这是在超市买的猪大排，日本人也乐意吃炸猪大排，日语的名字叫通卡茨。来过日本旅游的朋友经常能听到这个名字，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炸猪大排。将肉放到调料里边，搅拌均匀之后盖上保鲜膜，放冰箱腌制1个晚上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挂糊用的面粉，在碟子里放4勺土豆淀粉，2勺低筋面粉，1小勺小苏打，用勺子充分搅拌均匀。这里呢，土豆淀粉和小麦粉的比例是2:1。放小苏打的目的能使炸出来的成品的表面非常脆。这时候我们的肉也腌好了，从冰箱里取出腌好的大排，给每一块大排挂上面糊。这里呢要有点耐心，使大排的每个面都挂上面糊。这里我们没有采用蘸了鸡蛋液以后再挂面包糠的挂糊方法，因为这种方法凉了以后会变得软软的、黏糊糊的，口感相当不好。而我的这个挂糊的方法，即使大排凉了以后，表面也是很脆的，口感相当棒。5个大排都挂上面粉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开始炸制。平底锅里加上菜籽油，用手感觉一下油温，感觉到烫手的时候，如果不确定，可以用筷子试探一下。当筷子的顶尖都冒气泡的时候，油温就到了合适的程度。接下来将准备好的大排放入锅中，刚开始的时候先不要动它，炸2分钟，大排炸的定型之后，再用筷子搅动一下，防止大排沉底粘锅。在接下来的炸制过程当中，适当的翻1-2次面就可以了。我这个电磁炉一共有12个档，我设置在9上，一共炸制了6分钟。到最后，大排的2面都炸成金黄色，并且呢，大排飘上来了，油也不像一开始的时候噼里啪啦响，而变得静悄悄的。
这个时候就说明大排已经炸好了。先捞出控油，用漏勺清理干净油表面上的残渣，同时中小火慢慢给油加热。加热2分钟之后，用手感觉一下，油温比以前更高了。这时候再把炸好的大排放回锅去复炸一次，复炸30秒以后赶快关火，迅速出锅，这样我们的大排就炸好了。这里让第一次炸好的大排休息2分钟是关键因素，复炸能使大排的表面更脆。这样做出来的大排表面真的酥脆酥脆，内心清香而不腻，家里人抢着吃，真是吃不够。来看看我们的大排炸好了，你看看这颜色，你看这颜色就有食欲，吃法满满，这个油排的香味真香。下面我们来尝一下啊，刚才我切了一块，你看这个外皮呀，它一看就很脆。你可能听到了，这个外皮真是太脆了，又焦又脆，里边这个肉呢是越嚼越香，但是呢一点不腻，这是因为加了柠檬的味儿，柠檬有淡淡的清香味在里边，所以吃下去以后啊一点都不腻，并且特别好吃。